又是利维坦马车坐的，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？在旧时代，他们是异端裁判所审判骑士团。异端裁判所，铲除异己之所吗？天堂的看门狗，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把所有对神提出质疑的人一个不留都变成死人。说起来和东厂，吴总兵想说什么？东厂的威名远播四海，远乡僻壤见鲜衣怒马做京师愚者，转向必逆，管住舌头才能活得长久。我虽然从未去过贵国，却也知道一些在你们那儿生存必备的常识。知道的足够多了。我有一位很好的老师，天底下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。哦，能做吴总兵的师长，想必亦是一位奇才。无论头脑还是身体，用你们的话说就是论文论武，他的实力都远在天宫宋先醒之上。神器谱前篇已经在我手上了，恭喜了。库里的雷药全炸了，天宫在东方最好的火器师、铸造师也都死了。接下来是你，舍得杀我吗？杀了你，也许就再也得不到神器谱后篇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。只不过徐念留下的论天体的运行原本，你们已研究了许多年，不是仍然毫无进展吗？不如将原本还给我。既然当年李药师可以从原本中破解出神器谱前篇的秘密，相信我也一样可以找出后篇，以及徐念的下落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。药师教会我许多道理，最重要的一条是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亏我心。既然如此，我最好选择在此时此地杀了你，以绝后患。你的才能并不在李药师之下，却无法为我所用。这是今天第二件让我觉得可惜的事。不必可惜。你的祖父陆向天，父亲陆东壁负责2代，皆为神机营将官，亦是天宫。陆向天当年曾追随辽东铁骑李总兵远征朝鲜，平定倭乱，立下战功，亦在战场上对我有救命之恩。你父陆东壁资质过人，是天宫最为器重的火器大师。可惜东壁兄夫妇2人在试验雷药时发生了意外，此后向天秦辈独自抚育你兄妹2人，只是他渐渐像是换了我，不但迁怒于天宫，更视我为敌，仿佛是我和天宫害死了他的儿子。7年前的那个早晨，身为神机营坚强武臣的他，利用职务之便进入工部局王工厂火药库，点燃雷药，酿成惨剧。现在想来，他是被米迦勒利用丧子之痛控住了心智。才会身不由己，任人摆布。只有足可知，
致命的伤痛方能冲破米迦勒的精神控制。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你的祖父已不愿辱没天公之名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？米迦勒最后只得到了9章中的最后一章《逍遥游》，并据此造出了连天宫都无法完成的海中神器。王工厂爆炸案之后，天宫不得不远离故土，这样东西一直留在身边纪念陆前辈。现在是时候交给你了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他这么久没上来，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他看起来倒不像是你这种会把自己淹死的人。什么人？自己人。陆长风，万国商会联合佣兵团第13队代理队长。从今天起，由我对诸位的性命负责。不愧是神器谱中之物。徐氏神器谱前篇共9章。40年前的倭乱中，驻李左使大破扶桑水师的铁甲龟船，便是9章中的第1章。明良海战、陆良海战，龟船以一当百的传说，我从小便听爷爷讲过。陆向天前辈当年可是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还有我的恩师，那是他最后的。说呀，我想听。可我不想说。我绝少对人提起李药师，今天算是破例了。那说回神器谱的事吧，我还是想听。神器谱前篇中的9样神器各有精妙不同，而以当年天宫之力，亦只能制出其中4种。只可惜，7年前王工厂这一炸，不但损失了神器谱，还有我们最顶尖的火器与铸造大师。所幸来到吕宋之后，天宫的匠人们凭技艺与悟性，
将这4件神器复原得有模有样，虽比不过原书所载之精妙，倒也可堪一用。且让学生来猜上一猜，这4件神器莫非是铁甲龟船、风流马、火烧鱼和红莲将军。宋先行能守住万国，想必就是靠的这个了。等吕宋的事了结，本官倒也想去小浮浪矶游历一番。我想那一天已经不远了。插在天宫的眼线传来消息，陆长风已取得宋先行的信任。要骗过宋先行这样的人，只有用真话。他一定以为解释干净当年王工厂的误会，便能得到陆长风这员干将。是你？究竟是不是我？当你见到陆长生时，不妨亲自问他。他在哪里？我会告诉你他在哪儿的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你需要把论天体的运行原本交到我手上。我说过，为了家人，陆长风可以变成世上最恶之人。先收定金。